Hello， 大家新年快乐！就在今天呢，苹果开放了 iOS 16.3的正式版给大家下载喽。大家有没有发现 iOS 16.3这一次的更新节奏非常的奇怪呢？就是直接从 beta 的第3版直接要进到正式版了。因为过去 iOS 16的测试呢，其实主要都是会推到 beta 的第6版或第7版才会进到正式版嘛，给人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苹果论坛呢，大家都在抱怨 iOS 16非常的难用哦。苹果被骂爆之后呢，就非常急着想要修正这个 iOS 16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次更新呢，主要还是修正错误为主啦。好的，那这一次呢，支援的 iPhone 机型有包含第8代以后机型哦，还有 iPhone SE 第2代以后的机型。那除了 iOS 16.3之外呢，这次同步更新的还包含有 iPadOS 16.3、macOS 13.2，所以如果你有 iPad 跟 Mac 的话呢，也可以顺便更新哦。首先第一个要来讲16.3的新功能呢，就是新增了2张全新的 Unity 桌布。那这个桌布呢，其实是为了要纪念美国的黑人历史月哦 ，Black History Month。那其实就是2月呢，苹果每年都会推出相关的表带跟纪念桌布哦。那在我们手机上面呢，就是会新增这2款以黑红绿黄色作为搭配的这个桌布呢，用来纪念黑人的文化跟历史哦。再来下一个16.3的新功能呢，就是即将支援 HomePod 第2代了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？前几天在17、18号的时候，苹果有默默的上架2款商品哦。那第一个呢是搭载了全新的 M2 Pro 跟 M2 Max 晶片的 MacBook Pro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也是 MacBook 系列最高贵的产品。那它起价呢是在63800元哦。那它会那么低调呢？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会换这系列电脑的人，在去年那一波已经全部都换掉了。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买了去年的那一款 MacBook。那今年的这款电脑其实它的外形跟功能是跟去年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它的晶片效能高了一些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扯远了，我们先回来讲一下这个 HomePod 的部分哦。HomePod 其实让人非常的意外哦，因为它是一个被停产的产品，然后前几天又再一次被拿了出来做了第2代。那之前停产 HomePod 就是因为它卖太差啊，所以就是蛮奇怪的。如果卖那么差，为什么又要把它拿出来呢？那这次这个 HomePod 第2代它的售价是台币的9300哦，比上一代便宜600块。那这一次呢，如果你要用这个 HomePod，你的 iPhone 就要升级到 iOS 16.3或以上的版本。然后 HomePod 第2代还蛮酷的，就是它里面会有温湿度感测哦。但除此之外，可能就没有什么很新的功能这样子。再来第3个要讲的呢，就是 Apple ID 的安全密钥正式启动咯。安全密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它就是实体的钥匙啦。因为现在治安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，什么钓鱼诈骗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办法呢，请第3方的厂商制造出这种硬体的装置呢，跟这个 Apple ID 结合。你每次要在新装置、新 iPhone 上面登入 Apple ID 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钥匙。那这个钥匙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它有点像是 USB。那它的验证方式呢，可能会有2种方式，一种就是它直接插这个 iPhone 下面这个 Lightning 的口。第2种方式呢，是用这个 NFC 感应的方式，就是你要登入 Apple ID 的时候，你就要用这个钥匙呢去感应你的手机，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换 iPhone 的时候呢，这把钥匙一定要在你身边啦。我必须要说，如果我用了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网页版啊，或者是哪里，可能突然要登入你 Apple ID 之类的，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钥匙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那我刚才有说呢，这个钥匙他们会委托第3方的厂商生产，就是苹果他们自己没有要做这个钥匙哦。那现在知道是有 Ubiquitous 这个牌子，那如果你要设定的话呢，你就是进到你的 Apple ID 里面呢，我们去找这个密码与安全性，里面就会多出一个新增密钥的这个按钮。我们点下去，里面呢它上面就写说，经过这个 FIDO Certified 的安全密钥，可以用来作为你第3方的硬体钥匙哦。那注意一下呢，这个验证码跟你的账号密码是完全是2回事哦。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登入 Apple ID 的时候是2步骤验证嘛？那之后这个第2步的验证就会换成这个安全密钥，也就是实体的这个硬体钥匙的部分哦。大家，我发现一个蛮惊人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，你必须要有2把安全密钥，就是你一次一定要买2把钥匙，因为他会怕你就是弄丢1把钥匙的话，你可能就再也打不开你 Apple ID， 所以他强制你一定要设定2个安全密钥哦。那我们现在来查一下 Ubiquitous， 如果你要买1把这个硬体钥匙要多少钱？1把钥匙是72欧元，7321，大概2000多块，然后你要2把哦。相信大家购买的意愿应该是非常低吧，因为你1把钥匙就已经那么贵，然后你要2把钥匙，好像有点多余的感觉啦。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 SOS 紧急服务的无声拨话功能，就是当你今天想要拨打紧急求救电话的时候呢，你就是音量键随便选一个，然后还有这个关萤幕的按键呢，同时按下去，2边同时按下去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出现这个画面，然后不要放开，它就会8秒开始倒数。
然后第5秒就会发出刚才那个警示声。那今天新增的 iOS 16.3的新功能呢，就是之后你可以把它调成没有声音哦。因为之前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疑惑，例如说你今天被绑架，然后你要用 iPhone 拨打求救电话的话，它一定会发出这个警示声，那不就被坏人抓到了吗？所以它现在呢，就是多了一个选项给你自己去选择，说你要不要启用这个无声拨打紧急求救电话的功能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一起来看一下要如何使用这样子的功能。首先呢，我们进到设定里面，然后去找到 SOS 紧急服务。那今天我们提到这个 iOS 16.3的新功能，就是第3个这个无提示声拨打哦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说这个倒数要不要有这个警示声发出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为难，它没有一个正确答案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可能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有这个警示声，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改进的方法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上面这2个都是拨打紧急求救电话，而且它都会倒数，那不如我们就是做成其中一个会有声音，然后其中一个没声音，不就好了吗？不过总而言之呢，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这个功能就是了。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 iOS 16.3呢，它有修正一个错误，就是 iPhone 14 Pro Max 它有萤幕横条闪烁的问题。就是苹果呢，在这个月终于承认 Pro Max 它是有问题的，就是当你唤醒14 Pro 系列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会出现闪烁的横条，可能是1条或是多条，然后颜色有可能是黄色或绿色。那现在呢，官方就是宣称说，如果你今天手机更新到了 iOS 16.3呢，就会修正这个问题哦。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欢迎有遇到这样子问题的人呢，来跟我回报一下你们更新之后有没有修正这样子的错误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除了这个萤幕的问题呢 ，iOS 16.3还有修正其他系统上的问题哦。那这些呢，包含有像是你在设定桌布的时候，你锁定萤幕它会突然黑掉之类的，或者是你平常在跟 Siri 互动，例如说要它播音乐啊，或者是在 CarPlay 上面问 Siri 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它可能回答错误之类的呢，在这一次也获得修正。还有在上一次 iOS 10.2我们有跟大家提到一个全新的无边际的 App， 对不对？那在上面呢，当你使用 Apple Pencil 或者是用手指在共同编辑的档案里面画画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出现画不出来的问题呢，在这一次也会得到修正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iOS 16.3的新功能，也不能说新功能啊，就是问题修正这样子，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主要就是要平息众怒哦，因为很多人都回报说 iOS 16真是太难用，问题很多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希望呢这次更新到 16.3之后呢，这些问题可以被修正，像是耗电量啊，或者萤幕的问题这样。好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咯，有点无聊的一个更新，自己也觉得有点无聊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，记得还是要给我一个赞，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其他 iPhone 更新的最新资讯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